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近日，我们刚送走诚意满满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又迎来了中国的老朋友巴西总统卢拉。巴西总统卢拉于4月12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卢拉第5次访华，也是他第3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媒体报道，本次访华，卢拉所率领的巴西代表团规模庞大，颇受关注，并且随访的企业家名额供不应求。那么，本次中巴经贸往来将扩大到怎样的规模呢？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据小编了解，此次陪同卢拉总统访华的代表团中，大约有40名高级官员、多名部长以及240名巴西商界领袖，包括外交部、财政部、环境和气候变化部、农业和畜牧业部、科技创新部、矿业和能源部等。这表明农产品、铁矿石、地球资源卫星、5G 通信、半导体等产业和领域都在卢拉此次访华的经济议程中。4月12日傍晚，卢拉一行如期抵达上海。按照日程安排，卢拉在上海与来自基础设施、技术和汽车行业的商业团体代表进行了会面。4月13日上午，巴西总统卢拉来到上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总部，参加了新任行长罗塞夫的就职仪式。同日下午，卢拉参观了华为上海研究所以及研究所内展示数字技术及数字经济最新趋势的展厅。华为已在巴西耕耘25年，一直致力于成为该国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并为巴西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尤其是在教育、医疗以及再工业化领域。随后，卢拉将前往北京。据巴西外交部介绍，预计卢拉此次访华，双方将签署约20项协议，涉及医疗卫生、农产品、教育、文化、金融、工业、科技等领域。这些协议中还包括一项极具象征意义的内容，允许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接管位于巴西巴伊亚州的美国福特工厂，该厂每年可生产30万辆汽车，已于2021年停产。小编注意到，中国汽车公司在巴西建厂并不是新鲜事儿。2010年，奇瑞率先在巴西建立海外工厂，工厂位于圣保罗州亚卡雷伊市，由奇瑞独资建设，总投资4亿美元，2014年落成投产。江淮汽车2017年底宣布在巴西中部戈亚斯州建立第一家工厂。2022年1月，长城汽车也表示，计划未来2个周期内在巴西投资18.6亿美元，建立全球第4个、拉美第1个完整的生产基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3月29日，也就是卢拉在来华之前，巴西政府就表示已与中国达成协议，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而是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据中国商务部介绍，2022年中巴双边贸易额达1714.9亿美元。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巴西重要的直接投资来源国。巴西是中国大豆、鸡肉等第1大进口来源国，玉米等重要农产品也已实现对华出口并迅速增长。当下，巴中两国企业之间的谈判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就在卢拉抵达中国前夕，两国私营部门的代表已在清洁能源、造船和金融等领域达成了至少20项协议。在小编看来，中巴之间的广泛合作意义重大。巴西是拉美最大体量的经济体，并且巴西也很愿意在整个南方共同市场和拉美经济共同体里面起带头作用，具有示范效应。所以，巴西加强跟中国的联系，势必会带动其他拉美国家跟中国的联系。而在中国人最擅长的基建领域，其实中巴双方之间的合作也早有渊源。2020年，两国就达成了154亿的大桥订单。2020年11月12日，中铁20局集团、中国交建联合体与巴西巴伊亚州政府在巴西萨尔瓦多共同签署巴西巴伊亚州萨尔瓦多跨海斜拉桥特许经营合同，标志着拉美地区最大跨海斜拉桥正式进入建设阶段。那么这是一座什么样的桥？因何而建？又将如何建呢？下面的内容就由小编为大家一一解答。萨尔瓦多跨海大桥项目是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以 PPP 模式投资的最大桥梁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拉美地区最长跨海斜拉桥。项目位于巴西巴伊亚州首都萨尔瓦多市，跨越桑托斯海湾，连接萨尔瓦多市和伊塔帕利卡岛，
由萨尔瓦多引线、跨海大桥、伊塔帕里卡岛道路系统3部分组成，线路全长46.8公里，其中萨尔瓦多引线4.2公里，伊塔帕里卡岛道路系统30.2公里，跨海大桥长12.4公里。主桥采用斜拉桥型设计，最大跨径450米，主桥主塔水深约60米，超港珠澳大桥最大水深10多米，主塔高205米，是港珠澳大桥的1.25倍。为了保证通航，下塔柱高86米，梁底距离水面高达85米，引桥为70米等高连续梁和100米变高连续钢构，均为截断预制拼装施工。引桥梁体采用中央箱梁，两边安装预制横架，在横架上铺设预制板，结构轻巧，装配式施工简单，有利于缩短工期。萨尔瓦多市是巴西北部第2大工业中心，所处地理位置类似我国渤海湾的大连市。由于没有跨海通道直达伊塔帕里卡岛，通往巴伊亚州南部及西部需要沿大湾区陆上公路绕行或排队乘轮渡。同时，该市周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受地形制约的单向增长引起了一系列城市发展问题。形成孤岛的伊塔帕里卡岛也长期面临着基建设施落后、出行健康安全以及教育资源匮乏等诸多问题。大桥建成后，将直接打通湾区的南北方向交通，大大减少通勤时间和成本。生活在萨尔瓦多的民众只需25分钟便可抵达伊塔帕里卡岛，将彻底告别需在路上公路绕行200多公里的历史。除了便利萨尔瓦多市到巴伊亚州南部地区的通行，有助于连接巴伊亚州2个最大港口之外，作为巴伊亚州规划多年的西部道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会大幅缩短萨尔瓦多与巴西主要市场之间的通行距离。大桥的建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基建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提升，将为整个区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从旅游业、造船业、物流运输、民用工程建设、商业及农业等方面，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保障民生得以持续改善。建设萨尔瓦多大桥项目是巴伊亚州人民多年来的夙愿。大桥建成后，将利于重新配置环巴伊亚湾和巴伊亚州内的城市布局，直接惠及45个城市和440万居民出行。大桥建设过程中，深水基础施工、薄壁梭形主塔及斜拉索段主梁的施工难度世界罕见。墩壁仅30厘米的薄壁空心墩对施工工艺要求极高，同时还面临着外部协调和浅埋隧道爆破施工等难题。针对深水基础施工，中国建设者将加强施工窗口期的预报与分析，采用大尺寸浮吊、铜绞半船等船舶，在小于30米水深区域采用自升式平台船加履带吊起重方案，在水深大于30米的区域搭设以起始平台加钢护筒为成立结构的钻孔平台进行作业。在薄壁梭形主塔施工中，采用以折代取的液压爬模施工方案，设置临时支撑体系，解决塔身弯距问题；设置进性骨架，加强定位测量；中横梁采用悬空支架，利于临时支撑辅助。关于大桥距斜拉索段主梁施工，采用铜叠合梁结构，减轻挂栏悬交重量，实施挂腿式前支点挂栏悬交作业。起始段与上塔柱穿插施工，采用悬吊法线交。在引桥超大跨经节段箱梁拼装施工中，采用对称悬拼工艺，一元三脚架后装，以减轻架桥基的负荷。边跨端节段悬挂按不超过半跨控制，墩顶块采用双向千斤顶，精准就位。面对外部协调、交通导改及隧道爆破开挖难题，将积极与州政府保持良好沟通，制定科学的方案，加快施工进度，保障安全质量，早日还路于民，真正建好中巴友谊桥。目前该桥的建设进度已接近尾声，预计今年就能交付。加上本次巴西总统卢拉的访华之旅，23年将成为中巴关系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节点。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卢拉此次访华还有哪些重要意义？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